脚下是无尽的深渊，一道道岩层如同翻开的地球史册，沉默诉说着数亿年的沧海桑田。而这壮丽的雕刻师，正是数百万年来不断蚀刻的科罗拉多河。它在谷底弯曲流淌，犹如一条蓝绿色的巨蟒。从高处俯瞰，河水在阳光下闪烁着，提醒着人们，这片广阔的地景是自然力量持续运作的结果。这里不仅是地表的巨大裂缝，更是地球演化时间尺度的具体呈现。每一层岩石都代表着不同的地质时期，从峡谷边缘到科罗拉多河面，垂直落差极大，使得谷底的景象显得更加遥远而神秘。观赏这片地景时，请注意早晨或傍晚的光线，能将峡谷的色彩层次渲染得更为丰富，不妨提早规划。抵达大峡谷南缘，马瑟点是许多游客的第一站。当你站上观景台，眼前立刻展开的就是那道绵延数百公里的雄伟画卷。峡谷深邃的层次感令人屏息，数十亿年的地质变迁在眼前形成一道道色彩斑斓的岩壁，从红褐到灰绿，层层堆叠。阳光下，科罗拉多河如一条细长的银线，蜿蜒在谷底深处，默默雕刻着这片壮丽的土地。马瑟点的观景平台视野开阔，没有遮蔽，让旅客能够清楚捕捉到峡谷宽广的全貌。这个观景点是以美国国家公园系统首任处长史蒂芬·马瑟为名，以纪念他对大峡谷保护所做的贡献。从大峡谷村庄可以搭乘公园内的免费接驳巴士，或沿着铺设完善的步道，步行约15分钟就能抵达马瑟点。清晨或傍晚是造访此处的最佳时段，此时的光影变化最为迷人，也能避开白天的人潮。许多摄影爱好者会选择在日出前抵达，捕捉峡谷从幽暗到被金光染红的过程，特别是位于观景台两侧的突出岩石是绝佳的拍摄点。沿着观景步道继续往西走，步行约20分钟即可到达亚瓦帕点，那里有地质博物馆和更多角度的峡谷风光。在马瑟点观景时，务必遵守步道指示，并注意脚下安全，保护自己也保护这片脆弱的自然景观。亚瓦帕地质博物馆是大峡谷南缘一个独特的知识殿堂，专门解读眼前这片地球天然切片的形成故事。馆内最引人注目的是巨幅的地层剖面模型，细致地展示了大峡谷数十亿年来的岩层堆叠。透过这个模型，游客可以清楚辨识峡谷壁上各个岩层的名称与年代，将科学知识与壮丽实景结合。博物馆的观景窗直接俯瞰大峡谷，让您能立即比对展示的岩层与眼前的真实地貌。这座博物馆在近100年前即已设立，其核心使命便是向世界揭示大峡谷深藏的地质奥秘。欲前往此处，最便捷的方式是搭乘园区提供的免费接驳巴士，沿着红线观光路线即可到达。建议于白天时段造访，预留约1小时沉浸在馆内展览，并从户外观景台拍摄峡谷全景。博物馆周边的步道平缓易行，可以沿着峡谷边缘漫步，轻松串联至其他著名观景点。离开前，不妨再次从博物馆外的悬崖边亲眼感受科罗拉多河数百万年鬼斧神工的切割力量。来到大峡谷南缘，我们即将踏上光明天使步道。这条历史悠久的路线是深入峡谷的热门选择。步道入口处，红棕色的巨大岩壁如屏风般展开，这是科罗拉多高原地层最直接的展示。这里可以看到数亿年的地质演变，一层层的沉积岩清晰可辨，仿佛一本打开的地球史册。光明天使步道最初是原住民部落和探矿者使用的路径，后来成为早期游客欣赏峡谷风光的经典路线。从入口往下望，步道沿着蜿蜒的山脊向下延伸，带领我们走向峡谷深处。近距离观察岩石，能看到不同矿物质形成的丰富色彩和纹理，每块石头都诉说着远古的故事。
步道设计巧妙，利用天然的之字形山坡，提供相对平缓的下降坡度，适合各种体力的游客。想要抵达光明天使步道入口，游客可搭乘大峡谷国家公园的免费接驳巴士，在光明天使小屋站下车即达。如果从大峡谷村中心步行，沿着景观道路，只需数分钟便能抵达步道口，动线十分便利。清晨是造访此处的最佳时段，光线柔和，气温宜人，也避开了日间拥挤的人潮。建议在步道起始段停留至少1-2个小时，感受垂直地貌带来的震撼，并拍摄壮丽景色。离开步道入口后，您可以顺道前往附近的霍皮小屋，从不同角度俯瞰峡谷，并选购原住民手工艺品。进入峡谷前，务必评估自身体力，并携带足够的饮水与防晒用品，为探索峡谷做好准备。大峡谷村是南园的核心地带，集结了观景、住宿与游客服务，是许多旅客展开峡谷之旅的首选据点。自20世纪初起，此地便逐渐发展，许多具历史感的木屋建筑至今仍保存良好，展现独特的西部风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艾尔托瓦酒店。这栋宏伟的实木结构建筑矗立在峡谷边缘，气势非凡。酒店内部装潢融合了瑞士小屋与挪威别墅风格，透过窗户便能将峡谷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距离不远的布莱特天使旅馆，风格则更为质朴，其原木与石材的结构与周遭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这座旅馆是由照明建筑师玛丽科尔特设计，他擅长将印第安原住民元素融入建筑，增添了几分文化深度。大峡谷村内还设有游客中心、多间餐厅、纪念品店及杂货商店，满足旅客的基本需求。从大峡谷国家公园南园入口进入后，沿着园区道路行驶，或搭乘园区接驳巴士，约数分钟即可抵达村庄中心。建议在清晨或傍晚时分来此漫步，避开人潮，也能欣赏到光影变化下峡谷的独特风貌。游览时间可安排约半天。从大峡谷村步行数分钟，便可到达著名的马瑟点，或前往维卡普斯访客中心，了解更多当地历史与文化。由于村庄内的住宿选择有限，且需求旺盛，建议您务必提前预定，以确保能在大峡谷享受一晚。旅程来到大峡谷东园，首先看见的是造型独特的沙漠景观瞭望塔。这座石造圆塔与周围的红岩地貌浑然一体，设计灵感源自西南部的原住民基瓦建筑。它由这名的建筑师玛丽科尔特于上世纪中叶设计，巧妙运用当地食材，结合现代工艺与古老文化元素。塔身看似粗犷，却处处可见精巧细节，展现原住民传统的建筑美学。塔内墙壁上绘有色彩鲜明的原住民风格壁画，细腻地描绘了当地的神话与历史。登上瞭望塔顶，大峡谷与科罗拉多河的壮阔景色便展现在眼前，感受河流的蜿蜒与峡谷的深邃。科罗拉多河在橘红色峡谷底部，如一条碧绿的缎带缓缓流淌，形成鲜明对比。这里更是捕捉大峡谷夕阳的绝佳位置。阳光将峡谷染上金红，为景色增添棒树气势。要抵达瞭望塔，可从大峡谷村庄沿着景观大道自行驾车，或搭乘园区免费巴士在指定站点下车。建议在上午或傍晚时段前来，此时游客较少，光线也适合拍摄宏伟的峡谷风貌。瞭望塔旁设有停车场和洗手间等设施。预留约1小时，可轻松参观建筑并登高赏景。离开后，可继续沿着东园景观大道步行数分钟，便能抵达立攀观景点，欣赏不同角度的峡谷与河流。这座历史地标不仅是观景台，更是向大峡谷地区原住民丰富文化遗产致敬的重要建筑。大峡谷的隐士之路是一条绵延数英里的景观道路。
沿途设有多个观景点，让游客能从不同角度欣赏壮丽的峡谷风光。每年3月至11月，这条路大多仅供园区的免费接驳巴士行驶，方便游客跳点游览，享受无车的宁静。巴士停靠的第一个主要观景点是马里科帕观景点，这里能一览峡谷深处的蜿蜒河流和广阔的岩层，层次分明。接着来到鲍威尔观景点，此处以探险家约翰·卫斯理·鲍威尔命名。他在19世纪中叶率先划船探索了科罗拉多河。霍皮观景点则是大峡谷观赏日出和日落的最佳地点之一。橘红色的光线洒满峡谷，将岩石染上魔幻色彩。莫哈维观景点提供更贴近峡谷深处科罗拉多河的视野，可以清楚看见河水的流向与其切割出的地貌。隐士之路的终点是隐士休息站。这座由著名建筑师玛丽·科尔特于20世纪初设计的历史建筑，其石头外观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在部分观景点之间，游客可以选择徒步践行，踏上隐士小径，更深入地感受峡谷的壮阔与宁静。建议清晨搭乘第一班接驳巴士前往，除了能避开人群，清晨光线也为摄影提供绝佳条件，使峡谷色彩更显柔和。每个观景点都能捕捉到大峡谷独有的风貌，从高处俯瞰的宏伟全景，到河谷边缘的细致纹理，变化万千。由于沿途没有饮水补充站，建议游客务必自行携带充足水分，并做好防晒准备，以应对峡谷干燥的气候。在大峡谷边缘，有数座历史悠久的旅店建筑，它们不仅提供住宿，更是体验峡谷文化的重要一环，像是设计师玛丽·科尔特的代表作品。其中，埃尔托瓦尔酒店以其独特的欧式与美国西南风格融合建筑闻名，木石结构与峡谷景色相得益彰，反映建筑师的巧思与时代风格。布莱特天使旅馆则展现另一种质朴设计师玛丽·科尔特巧妙融入当地石材与木材，其内部壁炉更以峡谷地质分层为特色，体现对当地环境的尊重与设计巧思。在这些历史旅店的餐厅里，您能品尝到结合当地食材的西南风味。料理部分餐厅还提供窗外大峡谷的壮丽景观，让用餐体验与自然美景完美结合。园区内的咖啡厅和熟食店也提供多样的简餐选择，从轻食沙拉到温暖的热汤，满足不同游客需求，帮助补充健行所需的体力。除了建筑与美食，园区内的礼品店或文化中心常能见到当地原住民族的传统工艺品，展现丰富的文化传承与艺术特色。例如，精美的陶器是许多部落的代表性工艺，他们以特有的泥土烧制，绘上自然图腾或几何纹路，每一件都讲述着部落的历史与生活。还有以银和绿松石打造的饰品，绿松石的蓝绿色泽与银的光辉相互衬托，是深受欢迎的纪念品，可在园区内特定商店寻得。这些建筑与工艺让大峡谷不仅拥有自然奇景，也提供丰富的人文故事与在地文化体验，值得您停下脚步深入了解。规划一趟畅游大峡谷的2天1夜行程，让您充分体验这片广阔奇景。第一天上午，建议从南园出发，先造访马瑟观景点与亚瓦派观景点，感受峡谷的宏伟。下午可前往大峡谷村，并从光明天使步道入口处欣赏步道蜿蜒进入峡谷的壮丽。傍晚时分，登上霍皮观景点或莫哈维观景点，目睹夕阳将峡谷染上金色的绝美景致。第二天上午，沿着沙漠景观公路探访沙漠景观，瞭望塔登高望远，随后前往利潘观景点或莫兰观景点，感受不同角度的峡谷全景。园区内的免费接驳巴士系统十分便利，可连接各主要观景点，省去停车烦恼。若想弹性规划行程，自驾车辆也是不错的选择，但需留意旺季停车位难寻。住宿方面，可选择园区内的木屋或旅馆，
提前预定可确保有房，或选择园区外的城镇，造访大峡谷。务必准备多层衣物与充足水分，因日夜温差大且气候干燥。祝您旅途愉快！